次彼此。你再试试这一招。喂，老抽抽，不要来得太快啊！等我玩够了再说。如果你觉得这是件好玩的事儿，那么我保证，你马上就会觉得不好玩了。抽抽，你快出来吧，我不玩了。你就认命吧，这一次，就算是忽然变成老头子的楚留香也不会再来了。什么老头子？哪个老头子？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哼，我们正好亲眼看见他走进崔大娘的店里去，也正好亲眼看见那个老头子走出来，跟你坐在一起吃包子。难道你还以为我们看不出来那个老头子就是楚留香吗？难道你以为我们是猪啊？哼，你们怎么知道那老头子不会来啊？因为我们早就准备好几个人去对付他了。如果他现在还没有死的话，那么他真是够幸运的。你们怎么知道死的那个一定是楚留香？不是楚留香又怎么样？这杀错个把人，不是很平常的吗？哼，杀错了又能怎么样？呵呵，哎呀，那实在太平常，就算杀错70、80个人也没什么关系。只不过以后你们想起这种事的时候，晚上也许会睡不着觉，那些冤鬼会来找你们。你放心，我们晚上睡得都很好。哼，就算你们睡着了，说不定晚上也会梦见那些冤鬼来索命的。鬼才相信你呢！哼，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话，但是不要不相信有鬼。一个大男人怎么可以骗小姑娘呢？
楚留香，酒鬼，快抓住一个，抓住一个就好了。这菜不错吧？行，哎，客官，客满了。外面有5位兄弟鬼鬼祟祟，可否进屋一叙？哼，黑竹竿不愧是黑竹竿，受如此重伤，耳目依旧这般灵敏。不知我何时得罪了几位？你的记性真够差的。你1个月前杀过什么人啊？你1个月吃过几顿饭，我就杀过几个人。你让我从何记起呀？哼哼，好，我就让你死个明白。点苍卓飞刺。哦，点苍派的人啊？错，如果我们是点苍派的人，你怎么可能全身而退呢？原来我们是一样的人。看来有才也没有用，还是要自己跟自己喝酒，闷啊！平阳被犬欺，不过今天我就算拼了这半条命，也要把你们几个留下。好，好一条硬汉，我就喜欢跟你这样的人交朋友。喂，哇，你们4个人对付人家1个啊，不对，应该是半条人命，你们要不要脸呢？你问我们要不要脸？你要不要命啊？这些人的武功远比我预料中强得多，但是我胡铁花也一定不会败在他们手里。我还有杀手锏。姓楚的，你说你会在我附近？老臭种，快出来！姓楚的，你说的是不是楚留香？你想拿他来吓唬我们？我吓什么人啊？你们4个没有1个像人的，我是吓鬼。老楚楚，你终于来了！这次我总算认出你来了。
我就知道你会来得很快，因为刚才这4个人没有上一次那4个姑娘那么漂亮。其实就算你不来，我也可以打败这4个人。不过你既然来了，那就留2个给你喽。你可太客气了，我真应该好好的谢谢你。哎呀，糟了，这个人竟然不是老臭臭。我姓白，就是白面书生那个白，也是白玉、白雪、白云的那个白。我的名字叫白云生。阁下若是把我当做别人了，那就是阁下的错。看来是我错了，我不该把你当成他，他根本就不是人，是一个缩头乌龟。一直躲到现在也不出来。胡铁花，你急什么呀？我保证他们绝不会动你一根汗毛的。你要是死了，还有谁肯把那位公主护送到史天王那儿去呀？阁下，莫非是胡铁花胡大侠？正是。那今天的事情实在不好意思，抱歉。看在胡大侠的面子上，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不会动一根汗毛。今日就此告辞，他日后会有期。嘿嘿，你这个老臭臭啊，真给我说中了，扮成大姑娘。我的妈呀！你是花姑妈？你这个小王八蛋，你居然现在才认出你妈来？你说你该不该打？我的妈呀！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啊？你的肥肉呢？有了你这么个宝贝儿子，你妈能不变瘦吗？哎，我说你怎么就不能对你妈好点呢？我对你还不够好啊！我每年送一车好酒给你啊！你就会交一些酒肉朋友，成天醉生梦死，你就不能来看看你妈呀？不是我不愿意看你呀，你不是也不愿意来看我吗？所谓的眼不见心不烦，我们娘俩还是保持距离，我觉得比较好啊。还很会强词夺理。什么时候带着媳妇儿来看你妈呀？你饶了我吧。好家伙，果然是条硬汉，受了那么重的伤，还能够撑到现在。我看你呀，真是对什么人都比对你妈好。我要是受了这么重的伤，我看你一点都不会心疼。哎，我的妈呀！你这个时候还吃什么干醋啊？赶紧想想办法，弄些治伤的药来吧。这个女人还是有可爱的地方了，总比那个缩头乌龟要可爱。你这个小王八蛋！我刚才听你说，我只比那个乌龟可爱一点。不，我不是说你比那乌龟可爱一点。其实我说的那乌龟啊，它也是一个人。平常啊，它是蛮可爱的。今天我就是搞不懂，它怎么变成一只缩头乌龟了？不对，老臭臭应该就在附近呢，因为他曾经跟我说过，他一定会出现在我身边。奇怪的是，他今天怎么连个影子都没出现过呀？难道老臭臭出了什么事？你说的是楚留香吧？平时你快死的时候，他都会出来救你。他之所以今天没有来，是因为你今天死不了。为什么死不了？就算只有姓白的那一个人就可以要我的老命了，我怎么会死不了呢？你死了没有？我……那个白公子是很可怕，我都怕他，怕得要命。以他的武功想杀人，简直像刀切豆腐一样容易。
可是他不会杀你，为什么？因为你是胡铁花，因为他知道送玉见公主给始天王做老婆的人就是你这位胡大侠。你这么好的人，他怎么舍得杀你？他恰巧还是始天王的干儿子。你听着，这是你付给我的，现在我还给你。虽然这是我第一次退钱给别人，既然收了人家的钱，就不该退，退就得付点利息。我低估了史帮主，所以才会收你的钱。这是我的错，我应该付利息给你。如果你认为我付的还不够，不妨把我这条命也拿去，因为我没有钱付给你。你也应该知道，像我这种人，常常都会把钱莫名其妙的花出去。你知不知道，你赚的是卖命的钱？我知道，就因为我知道，更要把钱花得快一些。我要你10万两，因为我值10万两。如果我不行，别人更不行。我劝你绝对不要再找人刺杀史帮主。你为什么要劝我？因为你不管找谁都是没有用的。天下没有任何人能碰得了他一根毫发。我亲眼看见这次跟我去的兄弟全都惨死，我不想再看到我的同行死在他的手里。哎，一个像黑竹竿这样的硬汉，本来是绝不会说出这种话来。我能够了解他现在的心情，但是现在黑竹竿的血已经流得太多了，而且他看见别人流的血也太多，他这一生就好像是无数个噩梦串起来的，这样的人生是多么的悲哀呀！原来他不是缩头乌龟啊，在外面看着我喝酒，自己却没有酒喝，这种事他怎么受得了？不赶快去找点酒喝怎么行啊？老臭臭，只可惜今天我不能陪你喝了，希望你能遇到一个漂亮的女人陪你。客官慢用。
这个东瀛的忍者为什么会到江南来？他们的任务通常只会有3种：偷窃、刺探和谋杀。这一次他的任务是什么呢？既然花姑妈在此，对付几个刺客应该问题不大。一会儿再回来看他吧。看来这个忍者已经把这个院子前后左右四面都查看了一遍，而且看得非常仔细。他究竟想去哪儿呢？我是不是很好看啊？你看够了没有啊？我当然没有看够，我还想再看，看得更清楚一点。那你为什么不进来看呢？外面那么冷，别着凉了。他怎么会在这里？你故意不把门拴好，就是让我进来看你。像你这样的美男子，也不是时常能遇到的，是不是？你认识我？我没有见过你，不过你这身夜行衣，江湖上也只有一个人敢穿，也只有他一个人配穿。哦。因为这个人虽然骄傲，可他的确很有本事。他的轻功可是非常了得。这一身夜行衣穿在他的身上，那就好像箭靶子一样，唯恐别人看不见他。是不是啊，银剑公子？你觉得我是银剑薛川新？如果你要不是的话，你也就看不见这么好看的我了，因为你早已经死过70、80次了。你用这种态度对付别人，也许是一种很有效的战略，但是用来对付他，那可就很危险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英子。你见过樱花吗？在我们的家乡，春天到了，杜鹃还没有谢的时候，樱花就已经开了，开得满山遍野的，人就躺在樱花下面，把所有的烦恼也就忘却了。哎，真是可惜呀，那人他不是老胡啊。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要打我？你为什么趁人家洗澡的时候，把它装在箱子里面偷走？我本以为，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跟我抢生意？你是为了他来找我，我到底哪点不如他？有那么一点。哪一点？他刚洗过澡，比你干净。哦，
原来薛传新是为了另外一个女人来找他的。这位英子姑娘为什么要不远千里从扶桑赶到岭南，来偷一个洗澡的大姑娘呢？有趣。你说的没错，她是比我干净，可是天知道现在的她是不是还像以前那么干净？我告诉你，如果你要是再敢碰我一下的话，你找到的肯定是世界上最脏的一个女人。如果你要是杀了我的话，那我敢保证，你找到的肯定是世界上最脏的那个死女人。这回就对了，对薛传新这种男人，你一定要先抓住他的弱点，把他压倒。两个死女人，无论对谁都没有什么好处。我只希望他们两个能够干干净净、平平安安地活到80岁。那也就是说，你希望我带你去找他？是。然后呢？然后，我就会让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男人。走吧。他这么做，只不过是要把薛传新给骗出来。看来那口箱子一定就在这个房间里。弟兄们，今天这趟表辛苦大家了啊！我敬大家！来，干！哎，当家的，来，哈哈，香帅，是你啊？你怎么来了？香帅，这箱子这么重，什么东西啊？哈，这个你就别管了。如果箱子里面的人醒来，麻烦你将这个手帕交给他，跟他说你是焦林的朋友，焦林是他的亲生父亲，叫他一定在这里等着，等我回来。好，我一定叫他等你回来，我们就守着这口箱子等你回来。不过你要早点回来啊，我的兄弟们可都想陪你喝杯酒呢。对呀，陪你喝杯酒。是啊。我还是去看看那个老酒鬼吧。这胡大侠可真够有名气的，今天晚上的客栈还真够热闹。原来他并不是个缩头乌龟啊，在外面看着我喝酒，自己却没有酒喝，这种事他怎么受得了？不赶快去找点酒喝怎么行啊？老臭臭，只可惜今天我不能陪你喝了，希望你能遇到一个漂亮的女人陪你。你为什么要叫黑竹竿他们去刺杀史天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是谁派你去的？
因为我不想让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难道你也不赞成这门婚事？请我护送遇见公主的那位花总管，他明明跟我讲，他是你二哥，他请我来接新娘子，但你为什么要派人去杀那个新郎官呢？因为如果新郎官突然死了，那这门亲事也就告吹了，那可真是天下太平，皆大欢喜了。你二哥是御剑山庄的总管，那么你呢？你是不是杜先生门下的？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那你究竟是谁的人？这句话你不应该问呢，你应该知道我是谁的人呢。我是你的人，我一直都是你的人呢。哎呀，老臭虫啊，快来救命啊！花姑妈喝了几杯酒之后，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的。我的妈呀，你是不是喝多了？君子动口不动手。我本来就不是君子，我是你妈。你是不是我的乖宝宝啊？他不是。哎呀，这老臭虫总算还有点天良，来救我了。可是声音不太像啊。哎呀，随便了，反正他的声音本来随时都会改变的。哎呀，我实在想不通啊，老臭虫为什么每次都要把自己扮成这种讨人厌的样子？你该来的时候不来，不该来的时候你反倒来了。你这辈子能不能替别人做件好事啊？我现在就是做好事，我相信这里面一定会有人感激我的。不对，你绝对不是楚留香。谁说他是楚留香了？他本来就不是。啊？他要是楚留香，那我就是杨贵妃了。那他是谁啊？我姓薛。阁下虽然不认识我，但我早已久仰胡大侠的大名了。你认得我？胡大侠光明磊落，豪气如云，江湖中谁不认识？胡大侠的酒量之好也是天下闻名的，所以我特地赶来陪胡大侠喝2杯。那你平常饮酒时都带着这么大口箱子吗？里面装的是什么？是一些吃的呢，还是喝的？那就要看看你喜不喜欢吃人了。你是说里面装的是个人呢？因为我找不到更好的东西，能把这么一个人装下去。我想起来了，我这儿的厨房呢有口特大号的锅，我们正好把这个人呢炖来吃，下点酒，你说好不好？哼，如果你知道这个箱子里装的人是谁，你就不会这么说了。里面装的哪个？难道是我认得的人？你们不但认识，而且很熟，不但很熟，而且还是好朋友。我的朋友很多，你说哪位啊？你最好的朋友是谁？那当然是楚留香了。哼，那我说的那个人就是楚留香。你是不是说，这箱子里的人就是楚留香啊？你是不是说楚留香已经被你关在这个箱子里面了？我本来是要杀了他的，但是我有点不忍，把他放了，我又不甘心，所以我才把他装在箱子里带回去。如果这里有人想用它下酒，没关系，无论是清炖还是红烧，我都赞成。有趣有趣，你这个人真的是有趣啊！我实在想不到，这世上还有人吹牛的本事比我大。吹牛吹得让人相信，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哼，可惜你吹牛的功夫是不是有点过了？就凭你能把楚留香装在这个箱子里面，你讲出去没人信。我知道，这件事情说出去，谁都不会相信。你明知道楚留香是我好朋友，
怎么能开他的玩笑？你这个玩笑，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玩。你说的对，这个玩笑确实不好玩。好了，两个人不要再开玩笑了。哎，坐下来陪我喝酒。谁要是不喝，我就把他关到箱子里边去。看来我们3个人最多只能喝3杯酒了。喝完了这3杯，我们就各奔前程，找地方睡觉去吧。哎，难得清醒一天，也蛮不错的。错了，简直是大错特错！喝到兴头的时候，酒却没有了，这简直比杀头还惨呢。我也知道这种滋味不好受，可是现在什么时候？这什么地方能找到酒啊？当然有地方了。什么地方？谁能找到？胡铁花。你要是能找到酒来，你就是我最孝顺的乖儿子了。哎，我的妈呀！乖儿子我就不敢当了，可是酒啊还是要喝的。等我。这箱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你觉得我刚才开的玩笑好不好玩？不好玩。我也觉得不好玩。胡铁花跟我们一样，可是有一个人一定觉得这个玩笑更不好玩。这个人是谁？楚留香。觉得这个玩笑最不好玩的人就是楚留香。为什么？因为装在箱子里的人就是他。你真的把楚留香装到箱子里了？大概是真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了一些他不该知道的事情，而且他好像和焦林有点关系。这件事情，他究竟知道多少？我不知道，可我不想冒险，我不想让这件事情毁在他的手里。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准备把他带回去，关起来，等到事情结束之后再说。你能关得住他？你能保证他就逃不掉？连苍蝇都飞不出去的地方，他都能飞出去。只要他活着，谁有把握能保证他不逃出去？那你的意思呢？要想不让他逃出去，只有一个办法，只有死人才逃不出去呀。你让我杀了他，一不做二不休，你反正已经这样做了，为什么不做得更彻底一些呢？天下最毒妇人心，这句话一点儿也没错。只可惜，我是不会这么做的。你做不到，难道你是好人？我不是好人，但是我保证你做不出，因为我绝对不会让你这么做的。如果我一定要做呢，你能把我怎么样？不能把你怎么样，我能把你怎么样呢？我最多也不过是把你双手砍下来，只要你敢动一动那口箱子，我就把你这双白白嫩嫩的小手轻轻地砍下来，装在一个漂亮的匣子里，带回去做纪念。你放心，我不会动这口箱子的。那我怎么知道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被你弄得晕头转向的小姑娘呢？这句话你才说对了。
如果这箱子里什么人都没有，或者是一堆破砖头，连1文钱都不值。如果这个箱子里真的有个楚留香，该怎么办？你究竟想不想知道这个箱子里装的什么？想。好，你出个价钱，把这口箱子买下来。不管这个箱子以后发生什么事情，都与我无关。那你要我出多少？10万两。我现在知道你身上至少有10万两。10万两？你让我出10万两去买这口破箱子？如果这个箱子里真的有楚留香，这10万两也不算贵呀。那如果箱子里是堆破砖头呢？我怎么回去跟杜先生交账啊？那是你的家事了，我可就管不着了。好，我买了，我出10万两。我出11万两。这个东洋女人从哪儿来的？东洋女人，当然是从东洋来的。她算什么东西？她不算什么东西，她只能算个女人，跟你一样的女人，只不过人家出手大方一点。她这比我多出了1万两银子，你就把这个箱子卖给她了？1万两银子也是钱呐，可以买好多好多东西。有时候甚至可以买好多女人，有时候甚至还可以买好多男人。你为什么花11万两银子买这口箱子？薛公子啊，我可不可以讲句老实话？不知道那位老太太听了会不会生气啊？她不会生气的，老太太怎么能给小孩子生气呢？那么就请薛公子告诉他，我愿意花11万两买这口箱子，有3点原因。哦，哪3点？第一，因为我有钱啊。第二，因为我高兴啊。第三，因为他管不着。我现在相信，楚留香可能真的就在那口箱子里面，所以要买这口箱子的人就得赌一赌自己的运气了。谁出的价钱高，谁的赌注就大，到时候就看运气了。你是不是也想赌？哎，碰巧我不但是个酒鬼，我还是个赌鬼啊！好，现在有人出11万两，你出多少？我当然多出一点了，我出20万两。20万两？你身上有20万两银子？没有啊，不过我有2坛好酒。现在这个时候，一坛酒最起码要值10万两。如果到了那个鸡不飞狗不跳，连兔子都不撒尿的大沙漠里面，你就算花100万两也买不到啊。有理。儿子，要是有人不答应，我替你出这20万两。谢谢娘。现在既然已经这么晚了，一坛酒被估价10万两也是应该的。薛公子，我们就算他20万两，好不好？好，你说好就好。如果我现在就可以拿出银子来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再多加一点呢？当然可以，我绝对不会反对。我出30万，好不好？好，太好了，好极了。不行。要买我楚留香，30万两怎么够呢？恐怕连300万两也还不够吧。哎，我想想，我出3000万两。
楚留香已经中了从我嘴里吐出来的迷香，还被我亲手点中了3处穴道，在3天之内应该是动也动不了的呀。哎，老叔叔，有酒啊！哎，哇，我还以为你已经半死不活了，嗨，想不到你喝起酒来还像吃狗屎一样，你这一下子就喝掉我好几万两啊！我看着心疼啊！不喝白不喝，10万两银子一坛酒，毕竟不是常常能喝得到的。啊，好，好，好，那么你就喝吧，让你喝死算了。有件事我不明白，你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让人把你装进箱子里干嘛？哎，那是因为我还有几件事情不太明白，我要想办法弄清楚才行。哦，而且我想要知道的事情，这位薛公子他是一定不肯告诉我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进到箱子里面之后，这个在箱子里面的人常常会听到一些别人不想告诉他的事情。真的是你，你果然来了。这次总算没有猜错。你早已想到了是我。一出门，我就想到这箱子肯定在房间里。等我转回去的时候，箱子已经不见了。除了香帅之外，谁还有这么快的身手？还好，我也知道香帅跟长胜镖局的关系一直不错，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否则今晚就要跟香帅失之交臂了。哼！以后你再遇到这一类的事情，能不能偶尔将我忘记1、2次？好，以后我一定尽力这样做。只可惜啊，有些人常常记在心里，想要忘记都不行。尤其是长胜镖局这些朋友，恐怕夜夜都要把你牢记在心里。为什么？为什么？你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不是你把这口箱子带过来，我想他们现在应该个个都在开怀畅饮，怎么会遭到别人的毒手？是别人下的毒手，而不是你。我来的时候，该醉的醉了，该死的死了，出手的这个人手脚还挺快。要不是我知道楚香帅从来不杀人，恐怕连我都会觉得这是你的杰作了。想不想看看箱子里是什么人？箱子里的人怎么了？没怎么，只是平白无故把一条命给搭进去了。香多管闲事，何玉林死不瞑目。那焦林的女儿在哪？喜欢管闲事并不是坏事，只是有时候闲事管多了，反而会伤人伤己。我想这件闲事，你也该管不下去了，因为你跟我一样。也不知道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如果你喜欢这口箱子，你就拿去，箱子里的人也归你。我们后会有期。我今天不想陪你喝酒，也不想跟你打架，干嘛拦着我？
我只想知道，本来在箱子里的那位姑娘，是英子从什么地方劫来的？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想要争夺她呢？甚至于远在扶桑的忍者，都想要她这个人。这些事情你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你干嘛来管这些闲事？因为我只不过恰巧认出了她是我一个朋友失散多年的女儿。你问我的，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要先告诉我一件事：你的朋友是谁？哼，他只不过是一个落魄潦倒的江湖人士而已。就算我说出他是谁，你也不会知道的。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焦林？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焦林？你也认得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死？因为我想让你死。要想别人死，就要自己先死。可是你还有机会，为什么不再尝试一下呢？胜就是胜，败就是败。既然败了，又何必再试？我一生纵横江湖，享受人间艳福，活也活够了，何必要厚着脸皮为自己证明？可是如果我不让你死呢？哼，楚留香，我知道你行，你有本事。可是，你真的以为你遇到的所有事情都可以办到吗？那你就错了，因为这次你就不行。我不是你的朋友，如果我比你强，刚才就杀了你了。你为什么要阻止我？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你一定要阻止我。不是我让你这么做的，你自己心甘情愿的。我不欠你。哎，你听到些什么？那些你本来不明白的事，现在是不是已经明白了？哼，最少明白了好几成啊！至少我明白这位薛公子和花姑妈是杜先生的人。
他们两个正在为杜先生筹划一件大事情，而这件事情的关键人物就是焦林的女儿。就因为我见过她，而且熟悉她的来历，所以薛公子才会想要对付我的。就是为了想要知道这些事，所以你才故意被我迷倒。如果我不把你装进箱子里，当时就一刀把你杀了，你死的岂不冤枉？哼，我知道你不会杀我的，你还做不出这种事情来。唉，就算你要杀我，你也杀不死我呀。你用迷香来对付我，就等于用小牛腰肉去打一只狗一样，不但没有效果，而且简直就是浪费。你不怕别人点到你的死穴？难道你根本就没有学到？哼，我怎么会没有学到呢？我当然有学到，而且我的学到跟别人一样，只不过有时我常常会把穴道中的气血流动的位置给偶尔移动一下而已。哼，遇到你这样的人，算是我上辈子缺了德，这辈子也没做什么好事。这样，你帮我一个忙。我帮你什么忙呢？阁下是？我是东瀛第2高手，春雷之人。你就是人称中原第1高手的楚留香吗？但是据我所知，你最厉害的本领不过是逃跑术。那个叫做轻功。哼，轻功？什么轻功？那么你听过井底之蛙的故事没有？故事没听过，青蛙呢，倒见过不少。哎呀，果然是井底之蛙。请站住！你已经激起我春雷之人的怒火了。今天就接受我的挑战吧！东瀛居合术。阁下的逃跑术果然不错，眼光也不差。我修炼的正是东瀛居合术。但是东瀛居合术发源于拔刀术，攻击与拔刀互为一体。你第1下伤不了我，你第2下想要伤我，可就难了。那就再试试看吧。你就是楚留香。哦，井底之蛙。什么井底之蛙？你杀了我弟弟。你弟弟？他叫春雷之人。我并没有杀他。哼，你没有杀他，他却因你而死，这与杀他有何异？
黑的环境下，最和我称霸东瀛的一击必杀聚合斩。只要我不动，楚留香一出招，就让他必死无疑。看来他也在等。东瀛忍者果然能忍，难怪叫忍者。这么久都不动，真是匪夷所思啊！春雷一次，你已经死了。如果楚留香也跟你一样是个杀人的人，那么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我实在想不到，号称无敌的伊贺第一忍者春雷一次，这一次居然败得这么惨。楚留香还没出手，你就已经败在他的手里，实在是太耻辱了。你又杀了一个人。又算在我头上了。好剑。香帅可知道这把是什么剑吗？昔日周氏之明主太康少康父子，集天下之名将，助八方之统，历经10年之久，方才得此一剑。这剑就是八方铜剑。好眼力！哼。那这把剑呢？哼，自古雄主皆有名剑。少康铸八方铜剑，颛顼有腾空画影，太甲有剑名文光，武丁有剑名赵胆。这把剑就是赵胆，只是他的剑匣子被后人加以装饰过罢了。这把剑是把无名之剑。无名之剑？哼，不错，无名之剑。剑虽无名，人却有名。此话怎讲？不知道前辈是否听过干将莫邪这2把剑呢？干将莫邪乃上古神兵，老朽虽未亲眼见过，但也听说过。其实干将莫邪只不过是一对夫妻的名字。100年之后，若提起干将莫邪，大家都只记得是剑，而忘了这2夫妻。香帅的意思是，这只是因为人的光芒已经被剑的光芒所掩盖。
不错。前辈手上这把剑，剑虽无名，但是能够驾驭这把剑的人，非等闲之辈。何以见得？哼，只因此剑锋芒毕露，杀气逼人。如果不是一个武功绝顶的高手，是没办法驾驭它的。不但不能驾驭它，反而会被剑气所伤。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口剑就是前辈昔日纵横江湖所佩戴的佩剑。香帅果真好眼力，老朽好生佩服。你知道这衣服上染的是谁的血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香帅只怕未曾听过这个人的名字，但是30年前，杀手无常裴环，在江湖上也并非等闲之辈啊。晚辈虽年轻识浅，但却知道，杀手无常30年前打遍南七省，但却不知道他已经死在前辈的手里了。那是在佝偻山。近30年的岁月已经消逝了，但他们的血却永远不会消失。他们的血？难道箱子里面是？香帅怎么还不明白，我这血衣人3个字是如何得来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剑下无情。就是这柄剑，不知饮下了多少人的鲜血。好快的剑法！你可是为了我的剑而来的。你认为我是来偷你的剑的？楚香帅的名声我早有耳闻。那你应该知道，在下从未在朋友的身上打过主意啊。任何事都有例外的，也许这一次就是一个例外。这次我为什么要例外呢？你对剑不但很有研究，而且还很有兴趣，是吗？对。我对剑是很有兴趣，但是我对红烧肉也很有兴趣。难道我就要把只猪偷回家吗？那你为何而来？有人用剑指着我脖子的时候，我是不太爱跟他说话的。你喜欢我将剑刺进去吗？薛衣人若会刺冷剑，
那么就算我看错了你。我如果看错了你，就算死在你手上，也只能怪我自己有眼无珠。我绝对不会后悔。你从来没有看错过人吗？哼，我若肯让他拿了剑站在我身边，我就绝对不会看错的。哼，好个楚留香，果然浑身是胆，名不虚传。哼。若说楚留香是为了花金宫才到石家庄去的，哼，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的。连我自己都不会相信。那香帅到石家庄去，莫非是想让花金宫带你来见我不成？哼，前辈已退隐林泉多年，在下要见非常之人，只能使用非常之道了。那你为何这么急着想见我？在3、4年前，江湖上突然出现了一班职业刺客。职业刺客？不错，他们不分是非，不分善恶，以杀人为业。任何人只要给得起他们价钱，他们就会帮他杀人。他们什么人都杀。江湖中出了这些人，我怎么一点也没听说过？他们行踪飘渺，如果不是他们找上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若是算计到你头上，只怕他们离死期也就不远了。哼，他们死的死，伤的伤，已经没办法再作恶了。只是那刺客首领到现在还逍遥法外。他们的首领是谁？这个我暂时还不知道，只知道他聪明过人，剑法高超。所以香帅怀疑这个人是我。若非如此，我也不会到这里来了。香帅如今查出来了吗？刚才前辈的那一剑出手，的确和他有7分相似。如此说来，香帅认为我就是那个首领了。哼，如果前辈就是那刺客首领的话，刚才前辈就不会收手了。你可知道我之前为什么一直没有杀死左青侯吗？因为我一生非但有很少朋友，连仇人也不多，尤其像左青侯那样的仇人。我若是杀了他，我就更寂寞了。唉，没错，自古英雄多寂寞。一个人在低处时，就想拼命往高处走；当一个人到了高处的时候，发现跟他的人越来越少，再回头看时，只剩下他一个人。但我现在已经渐渐老了，一个人到了快死的时候，总想将身前的账都结清，免得死了以后带进棺材里去。所以我和左青侯约好了今年除夕决斗。这不但是我和他2个人之间的事情，也是我们薛左2家的决斗。因为我们2家这个仇已经结了上百年了，远的已经快连当时结仇的原因都忘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左青侯没有告诉我呢？但我以为他已经告诉你了，以为你就是为了助拳才到松江府来的，所以你就先来探探我的虚实。难怪你会认为我是来偷你的剑的。说的有道理，一个人要和老虎搏斗之前，当然是先把他的牙齿全拔掉，才没有危险呢。
但我楚留香就算是这样的人，那左青侯也绝对不会是这样的人。因为如果左青侯是这样的人，他就不配做你薛衣人的对头了。你楚留香若是这种人，那么就算我看错你了，那也只能怪我自己有眼无珠啊，怪不得别人，是吗？哼，我终于明白左青侯为何急着要将女儿嫁到丁家去了。只因女儿一嫁出去，就不再是左家的人，就不必牵连进这生死之战。左青侯为女儿的苦心，实在是无微不至啊。此刻鱼大概已经烧好了，咱们不妨先去喝一杯吧。啊，请。